今天做了麻酱烧饼，我根据黄桥烧饼的和面方法做了改良，因为我们这边传统的麻酱烧饼没那么松软，我爱吃更软一些的。先把小茴香和花椒放锅里小火翻炒，炒到变色。因为我家里有花椒粉，所以就只炒了小茴香。炒好以后用擀面杖给它擀成粉，建议一次多弄点，然后放罐子里密封保存，下次想做的时候就省事儿了。然后就可以和面了，和面方法是跟做黄桥烧饼的方法一样的，先把80克开水倒在250克中筋面粉里烫面，搅拌成絮状，然后给它晾凉，晾凉了以后再加入凉水、干酵母、小苏打，然后再和面。用厨师机和的话就是5档15分钟，给它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。可以不分份，但是因为我觉得面太大了不好操作，所以我给它分成2份操作。和好的面不用发酵，就直接先给它整成一个一头粗一头细的造型。这烧饼做起来挺快的，全程都不用发酵。然后表面淋点油，抹匀，就给它放到一旁去松弛20分钟，要盖上点。这个时候就把麻酱调好。传统的麻酱烧饼是用纯麻酱，但是有时候买的那个纯麻酱做出来吃着发苦，所以这次我就加了点花生酱。先把麻酱和花生酱搅拌均匀，搅拌至有流动性。如果你那个麻酱和花生酱特别稠，没有流动性，那就加点香油。像我这个调好以后还是有点稠，那我也再加点香油。拌好以后就是这个状态的，它不能太稠，太稠的话抹的时候就抹不开，但是也不能特别的稀，太稀了最后成型的时候那个酱就有可能会流出来，弄得满手都是。然后就加入小茴香粉、花椒粉、盐拌匀就好了。最后拌好就是这个状态。然后桌子上一定要抹一点油，再把面擀开。这个面也要给它擀成一边宽一边窄的造型，尽量给它擀得薄一些，越薄卷出来的层数越多。擀开以后就把麻酱抹在上边，因为我这个面是分成2份操作的，所以我这个麻酱也是平均分成2份抹在上边的。我试了用刮刀用勺子，最后我总结了一下，用手抹的最好。一定要在上面全部抹上麻酱，一点白色的面都不能露着。然后就从窄的一头往宽的一头卷，一边卷一边轻轻的拉这个面再卷，这样能卷的层数更多。如果桌子上留下麻酱了，就给它抹在面上。最后卷好以后是一个圆柱形，两头不能凸出来，然后给它松弛10到20分钟再整形。你可以松弛的时候把第2块面也给它弄好，再调一个表面要沾芝麻的酱，酱油、水、面粉放在一起搅拌均匀。拌匀以后就是这样的，这样有一点稠稠的状态，芝麻可以粘得更牢固一些。松弛好以后就可以分成你想要的大小。这一卷面我是给它分成了4份，最后这个配方我做了8个烧饼，我觉得是做的稍微有点小了，我觉得可能做6个比较合适，因为做太小的话，到时候你想加肉的时候就加不了多少。整形就是把两边的切口捏在一起，用大拇指在中间按一下，然后把两边捏到中间，就这样捏，最后捏合在一起就行了。如果面和的软，这一步就没有什么问题；如果面和的硬了，那这一步就挺困难的，很难给它捏合在一起。所以和面不能和太硬，要稍微软一些。然后给它轻轻压扁，表面抹上酱油糊。沾上白芝麻，蘸白芝麻的时候再给它压扁一点。然后就可以直接放在饼铛上烙了。先给它煎至两面定型，两面有点轻微上色，然后再放到烤箱里烤。烙这个烧饼的时候不用放油，但是如果你想让它更酥脆的话，也可以抹一点油。一面底下上金黄色了就翻面。烙这个烧饼的时候，酵母和小苏打就起作用了，烧饼就发起来了。芝麻这面一定要烙到中间有点上色了，然后再放到烤箱里烤，这样烤完以后会特别的脆。
烤箱提前预热好，放烤箱中层230度烤10分钟。香喷喷的麻酱烧饼出锅啦！这一幕是我最喜欢的。以前去烧饼店买烧饼，每次看到一大盘烧饼出炉，往篮子里倒的时候，我都特别开心，心里就在想，这炉里边有没有我的呀？这样做出来的烧饼特别松软，外皮脆脆的，满满的芝麻，吃起来特别香。烧饼一次可以多做一些，做好以后冷冻保存，最好是提前拿出来解冻以后再加热，这样会快一点。给大家分享我是怎么再加热的。把这个烧饼的上下两面都喷点水，然后直接放在饼铛里，小火加热就行了。两面都加热一下。你敲它硬硬的，这说明就加热差不多了，吃的时候肯定就脆了。像这个摁上去就软的，那肯定还得就再热一会儿。反正就小心点，别给它热糊了。我刚说完这句话，看我表面就有点糊了。在加热过的烧饼依然外脆内软，很好吃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试试吧。